知不知道他是何人？有魔功的灵族，这世间本就没几个，加上这般年纪，大概也猜出来了。既然猜出来，还将他带来，那不是因为你用了玲珑枷吗？走。以血为祭，想要设杀阵其实不难，可你只选择困住他，说明你不想杀他。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？其二是这秀宝鼠天生就有灵性，对于身染杀身因果的极恶之徒，他不会主动接近。阿宝能这么喜欢木姑娘，说明他就不是坏人，这点你也应该知道啊。消消气。暗域圣女，与其放她在外面添乱，不如留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看着。这做的没错啊。你呢？身体如何？我被困荣渊之时，他让我服下了一种药，虽然能够短暂的恢复灵力，但之后的10日，我却一点灵力都用不了。我倒是听他讲过救你的故事，可我没想到他给你用的是半日芳华，半是帮忙，半是添乱，有趣。有趣？啊，食言了。笑什么笑？可有解法？你身怀玉阙功，治愈能力本就高于常人，10日一过便可恢复全盛灵力了。我等不了那么久。可是，暗域还有其他动作。古籍中倒是有一种以灵墨绘符文的方法，可助恢复灵力。要试试吗？要。从运秀山招到雍雪城的传送法阵需要准备多久？遥隔万里，异于其他阵法。1日后可达成。1日，好。先借你的传信纸验一用。盟主，桑启莲和仙盟内奸意图多处，万望小心，我会早日回去。方才唯一与仙盟的暗卫联系，仙盟5派只知道谢雪晨进入万仙阵一直未出，尚不知其他。谢雪晨脱困，却没有第一时间返回雍雪城，有2种可能：第一，便是谢雪晨对仙盟5派有所怀疑，知道这次在万仙阵被伏击，是仙盟5派之中出现了奸细；这第二，便是他还没有恢复真正的实力，无法立刻回到万里之外的雍雪城，甚至没有办法联系最近的仙盟宗派。以谢雪晨的性格，他若真的恢复了实力，知道仙盟5派有奸细，定会立刻回到宗门铲除叛徒。因此，极有可能他仍然受伤很重。你们继续修炼投影分身，找到他们的下落。是。仙盟内奸，你可知是何人？尚不知，所以需要尽快回到雍雪城，查出内奸，护住混沌珠。此番深入暗域，可有探清一二？别人不知，我还能不了解吗？以你的性格，只有战死，怎可能被擒？你会被抓入暗域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你是故意的。6000年前，初代仙盟竭尽全力，才在2界山设下万仙阵，挡住了暗族入侵人族的脚步。从此暗族难以入人间，但人族也再未能踏足暗域。无人知道暗域内是何情况，不了解对手，如何取胜？所以你在去修补结界之前，便已经打算好了。若能顺利修补结界，便功成身退；若是遇险，
就顺势让他们把你抓入暗狱，探清其中情况，是吗？哦，所以你放出了那种只可活1日，但能传送画面的兵营。这小兵营倒是厉害，竟能探到桑奇的状况。正是因为他探到了桑奇，才说明有问题。为何？桑奇的实力不容小觑，就算受伤，也不可能发现不了兵营的窥视，除非桑奇在做戏，他想让人觉得他是真的身受重伤。目的呢？就是因为查不清他的目的，所以我才在灵力恢复之时直接杀去了诸神宫。若是猜测无用，直接将其擒杀，便是最好的解决方式。只可惜，我错估了半日芳华的药效，没想到灵力只能维持半个时辰。谢雪晨，你可知这一趟是在赌命？万一你就死在暗狱了呢？那也就是一条命罢了。反正万仙阵已经修不好了。渐修之道，不可长久。这话我倒是信了。许月，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很奇怪，桑奇为何会得了化影丹？化影丹？6000年前凤山崩毁，炼制化影丹所必需的凤隐草一夕灭绝，怎可能还有人能炼制出化影丹啊？许月，我隐隐的觉得，万仙阵出现裂缝只是一个开始，在这背后，像是有人在布一场大局。有这么多未解的谜团，那你可曾想过，要通过木姑娘去解？想过。我就说嘛，若非你愿意，他怎可能威胁得了你？是因为你想看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，背后有何目的，又为何执着于你，是吗？是，我甚至想过利用他去对付安宇和桑奇。可你设了玲珑家，选择与他分道扬镳，改主意了？利用一个女子去查，终究是与我道行相悖。更何况，他也是个聪明人。我利用他去查桑奇和安宇，他也会利用我来探仙盟。谁比谁得利，还不好说。可你方才还是回去找他了呀，不是吗？你将他困在玲珑家中，你先赶来云秀山庄，按理说应该是你先到，可你却晚到了。在我这儿见到他，你也不觉得惊讶，只是问我为何带他来此，说明你已经回去过了，知道玲珑家被我解了，对吗？剑灵龙一直在亮，这附近一定有灵族，仔细找找。是。那边草丛看看。剑灵寺。娘说，去了剑灵寺就会被他们套上锁灵环，被人族控制，一生都要做奴隶。可若不去剑灵寺登记，便没有良妖的身份，则不论其善恶，皆可杀。驾！不学历史灵族。驾！驾！难道是虚月救了他？虚月。虚月，他说他想弃暗投明，重新开始，你信吗？你既不敢信，又不忍杀，那就按照你心中所想，
先看清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到底想做什么事。阿宝，我呢，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之后的路也不安全，而且我修炼的功法你修不了。等我和谢雪晨离开，你也回家吧。如果你真的要找你爹的话，你请南旭也帮你找，也是一样的嘛。可阿宝喜欢姐姐，想跟姐姐在一起嘛。看来我得跟你说实话了。我啊，从暗域来的大坏人，专吃你这种落单的小兽，煎炒蒸炸炖煮溜烤，吃法多得很。阿宝知道姐姐不坏，阿宝能感觉到。再说了，姐姐身上有宝贝，我可以吸宝气修炼，不用姐姐多花时间教的。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答应你。运秀山庄之后，我们就别再同路了。哥哥让你别跟着他，你不也没听吗？小小年纪，嘴皮子还挺厉害。哎，姐姐，你明明在生哥哥的气，为什么还要来找他呢？难道是想要报仇？之前太惯着他了，等我找到机会，我一定要把他这样那样那样。到底是哪样啊？小孩子，不要问那么多。哦。其实谢雪晨也不坏，毕竟我们正邪有别，我有老是对他动手动脚的。他那么清冷正直的人，一时接受不了，也很正常。姐姐，你这话好熟悉啊，就好像娘亲每次抱怨爹爹一去不回，之后呢又解释着说爹爹呀可能是遇到什么麻烦，暂时回不来。姐姐，你之前在玲珑家里说还有很重要的事没有告诉哥哥，是什么呀？阿宝，啊，姐姐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相信这个世上有死而复生吗？娘亲说了，除了暗族不会死，灵族和人族死了就是死了。死了就是死了。要想死而复生，除非有神迹。神族早就抛弃人族了，连天梯都关闭了，万年无神灵世，哪来的什么神迹啊？所以啊，娘亲说了，让我保护好自己的小命，毕竟只能活一次，该送就送，不丢人。剑法厉害，阵法厉害，气人也厉害。看起来还算顺利。这半日芳华令你10日之内灵力全无，直到10日之后才开始恢复灵力。这符文入体不一样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每一天都会恢复一些灵力。只要你好生调息，5日便可恢复全盛灵力。雪，
多谢。谢就不必了。你只要知道惜点命，我就知足了。公子，出事了。高修士，这南庄主，我们遇到了那个谢少宗主。净花宫收到消息，说你修补万仙阵迟迟未归，我特地带人前来寻你，没想到你在这儿啊！谢少宗主可还安好？我的事之后再细说。高修士是否遇到了什么事？我跟几个同门在附近的驿站遭遇了魔修，好不容易逃脱，又在回净花宫的路上遭遇了袭杀，一定是那个魔修的同伙干的。南庄主，我的2个师弟都死了，之后我又跟师妹跑散了。我想起运秀山庄就在附近，便前来求援。南庄主可否派人去救救我的师妹崔婉婉？高修士，请放心。谢少宗主在此正好，师父有话托我带给你。可否挪步一叙啊？好，不必了。高修士本就有伤在身，不便走动，就在这儿说吧。在下去给高修士准备房间。不知素公主有何话相托？师父说，6000年来，万仙阵不止一次出现裂隙，修补结界是历代仙盟盟主之责。此次因为谢盟主闭关，所以只能另选仙盟最强者，也就是谢少宗主你前来。谢少宗主不仅能力最强，又心怀大义，若以后继任盟主之位，必能更加壮大仙盟。所以，这样的一个人，若不趁早除去的话，必成大患。挤在这么小个躯体里可真难受啊！这运秀山庄的护装结界有点意思，不用这种方法我还真进不来。哼，谢雪晨，2日不见，我还是那么想杀你。就凭你，姐姐，有火把的东西进来了。你在屋里待着，别出去。之前就是你杀的玉影是吧？好啊，那就让我把你的脑袋给砍下来，带回去给他消消气。你不该过来。怎么，你怕我死啊？能不能别在我面前调情啊？啊！战影，你听我解释，之前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我不听！来之前，玉影跟赤影专门嘱咐过我，说你这个人，最是口蜜腹剑、两面三刀，叫我千万别相信你的鬼话。不是那样的，你别听他瞎说。我知品性，
最是真诚可信。嗯。李玲玲还没恢复，我找机会拖住她。你先跑。我最讨厌别人在我面前说悄悄话。啊！我来吧。我来，别添乱。你回去吧，没你事儿。我说我来。我都说了我来了，没完没了是吧？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到底做了什么手脚？高修士本就有伤在身，不便走动，就在这儿说吧。在下去给高修士准备房间。哦，原来你刚才不走，是为了故意拖延时间，好让法阵成型。我到底哪儿暴露了？你一开口便错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到底哪儿错了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？就是啊。哎呀，告诉你，难道让你下次知道怎么改进啊？笨蛋！连你也这么说我？虚月。朕符文为底，灵墨为图，善终自成一世界，想必是最好的戏台。可惜啊，我却不能入戏一关。这扇子能困他多久啊？困不了多久。到底哪儿错了？他还出来啊？是因为过不了多久，它就会融在这画里，成为画的一部分。也就是成为这画中死物。你果然是厉害啊！你们二人的默契，倒是令我有些妒忌。不过我也有些好奇，战影到底说错了什么？你说说看嘛。他现在还不想说，待他想说之时，一定会告诉你的。他抱他，他居然抱他！啊，是啊。我也是多余帮他。男庄主，现在把战影放出来还来得及吗？倒也罪不至此，不至此。他们俩真的有婚约吗？据我所知，那只是仙盟的谣传而已。哦，
高修氏出身于明月山庄，是前任仙盟盟主高凤许之女，天资艺术不凡。早在很多年前，就有人提议，让明月山庄和雍雪城结为姻亲。这本是句玩笑话，可说的多了，听着倒也像是真的了。10年前，桑岐大军夜袭明月山庄，雪尘恰巧在。是他救下了高修氏，所以很多人会觉得，他们最终会走到一起。唉，这都10年了，还没走到一起呢。当年一役，明月山庄惨遭灭门，只有高修氏一个幸存者。镜花宫公主素宁真是高修氏母亲的同胞姐妹，便将其收为弟子，倾囊相授。可也管教甚严，所以是忙着修道，没工夫谈情说爱了。这就不得而知了。只是这些年，我旁观所见，觉得他们2人的关系并不像传闻般友好亲近。所以，战影一开口就关心谢雪尘，反而不对。反正我是从未听过高修氏唤雪尘谢少宗主。不过，10年前，谢雪尘应该还未入法相境吧？他是如何在桑岐大军的屠杀下活命，还能救人的？穆姑娘好奇这个？传奇故事嘛，总是令人想要多了解了解。那我便不知道了。很多事，当事人不说，旁人自是无法知晓。我只知道，在那之后，他便上了问雪崖闭关，直到7年后，他在问雪崖顶一剑惊天地，入了法相巅峰，才下的山。连你也不知道。南公子，你捡的？是谢雪尘，他回去找过我。在下有一个很冒昧的问题，想向姑娘讨教。但说无妨。你接近雪尘，究竟是何目的啊？自然是因为我喜欢他。哦，你不在意高修氏了？谢雪尘又不喜欢他。看来姑娘很有信心让雪尘喜欢你。如果为难的话，他也可以不用喜欢我。他愿意守着苍生，我守着他便好了。我还有点事情要做，我先走了。这便是不求同等回报的付出吗？你死了？好像还没有。你没死，那是谢雪尘死了，还是穆玄灵死了？好像他俩也还没死。哼，那你出去一趟干嘛了？什么事儿都没干，去晒太阳了？没死也好，先把你的投影照回来。嗯。找不回来。找不回来是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只感觉
他现在在一个很空旷、很安静的地方，一直在重复一句话。什么话？我说错了什么？你说错什么了？不是我，是他。他说我说错了什么？他又说错什么了？不知道。这谁练的破丹？这次好像不是丹的问题，是真不知道。2天死了2个投影，不光什么事都没办成，还什么都不知道。尊上要是知道了，死的就是我们了。那你还废什么话？你的投影呢？我到底说错了什么呀？快了！我说错了什么呢？我赠你万人，是想将天下安危托付于你，而你却用他杀害同盟铸下大错。你不配再执此剑。可是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。不记得不代表没有发生。我曾无数次告诫过你不能有情，你以为是我在逼你，总有不服。而如今之事就摆在眼前，你若真能断情绝爱，摒除一切贪嗔痴念，又怎会被暗族有机可乘，上得你身？现如今，你的手上、剑上染了同盟的血，你的道心还如何能坚不可摧？力量越强，一旦误入歧途，则为祸越甚。如今此事秘而不宣，你就在此思过，降服自心，好自为之。希望我不会因为今日的决定而后悔。不顾道心，永不下山。谢雪晨，你醒了。这里是哪儿啊？我为什么会在这儿啊？你被暗族附身，来到了云秀山庄。附身？我只记得我在回镜花宫的路上遇袭了，然后就在这儿了。我有做些什么吗？没什么，已经解决了。哦，这些暗族真是可恨，只会趁人不备偷袭。下次我见到一个我就杀一个。原来被暗族附身是这样的感觉，自己做了什么都不记得了，都得从别人的口中得知。我没有做什么出差错的事情吧？没什么。对了，我师妹崔婉婉她……你放心吧，南庄主已经派人去找了。多谢。你好好休息。谢雪晨，是我师父派我过来找你的，我也不好推辞。那你现在没事儿，我也好回去交差了。我知道，多谢。好酸啊！
好的夜色，干嘛这么伤感？我刚拿了些果子，你尝尝吧。不去疗伤，来这里做什么？你这是在关心我？想太多了，我只是不想欠人情罢了。战影那家伙，打人确实比玉影疼多了。方才看你的样子，是灵力开始恢复了？你又想做什么？我能做什么？我就是想问你一个问题。我跟你一起回雍雪城好不好？你别着急拒绝我嘛，反正还有时间，你可以再考虑考虑。就看在我今天帮你的份上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回去找过我？你是因为什么回去的？因为什么都好，反正你回去过，那就行了。谢雪晨，我宣布，我们和好了。困了，我要回去睡了。你也别看什么月亮了，越看心情越不好。不如吃个果子，回去好好睡一觉，做个好梦啊。同酸共苦嘛。姐姐，我可想死你了！而且刚才那个可怕的东西好像没有那么可怕啦，因为它被关起来啦。姐姐，你再出去一趟，变得那么开心呢？有吗？发生何事了？是冯瑶发出的信号，地点在净化城。难道是净化宫出事了？焰火的颜色不同，代表的意思也不同。紫红色是滴血，难道是暗族？这是一种可能，但还有其他的可能。仙盟内奸。内奸？与其猜来猜去，还不如亲自去看看。请问一下，这位姑娘是？啊，她是我表妹，灵儿。远房的。是啊，兄长。表妹好。总之事不宜迟，一炷香之后，我们出发净化城吧。哎，我也去。你兄长都去了，我不去怎么放心得下呢？你在这儿等着便是。你们不带我也行啊，反正我自己有办法去。那还是一起吧，先各自回去收拾一下。一炷香之后见。嗯。